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陈薇薇的丈夫出轨了，可婆婆反而一脸虚伪地劝她大度点。气愤至极的陈薇薇本想反驳，却猛然想起曾经发生的一件事，随即她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于是陈薇薇意味深长的目光落在了公公身上。1个月后，婆婆终于笑不下去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但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？人们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事物，经常慨他人之康，却将自己的虚伪当作良善。就如同陈薇薇的婆婆一样，陈薇薇自认为不是个好人，但她也从来没有去做过什么坏事。就比如她和丈夫虽然是相亲认识的，2个人默契的为了结婚而结婚，其中并没有多少感情，但陈薇薇却非常的尊重婚姻。自我和你结婚以来，每次和异性之间打交道，我都严格的守着那条线，绝不让别人有误会。陈薇薇高昂着下巴，骄傲地对自己的丈夫赵周说。赵周回避了她的眼神，心虚地低下头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妻子，我也绝不会怀疑你。那么你呢？陈薇薇淡淡地问。赵周沉默了。此时，这种沉默无异于是一种回答。3天前，陈薇薇的好友发来了几张照片，那是自己的丈夫和一个陌生的漂亮女人在酒店开房的照片。随后，陈薇薇按捺下心里的怒火，不着痕迹地开始跟踪赵周。果不其然，在跟踪他2天之后，陈薇薇亲眼看到了赵周出轨的证据。所以，你是真的要抛弃我们这段婚姻吗？陈薇薇毫不客气地说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是这种人。又或者说，这真的是你第1次出轨。当一个人开始怀疑的时候，以前忽略的证据都开始出现在眼前。陈薇薇开始回想起这2年来丈夫的异常，隐约间察觉这很有可能并不是赵周的唯一1次出轨。但赵周坚定地矢口否认。我没有，这一次是我一时头脑发昏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原谅我1次好不好？赵周工作的单位比较看重员工的作风，他不希望自己出轨的事情传到单位里去。但陈薇薇这个人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很有可能会把事情闹大。2人为了出轨的事情冷战，但婆婆却在这个时候拦住了陈薇薇。她直接对陈薇薇说：我知道你不高兴，是为人妻子呢，还是要大度一点。我儿子也不容易，你也该多为他着想。陈薇薇已经降下去的怒火，瞬间就被婆婆激了起来。她正要开口讽刺，却猛然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件事，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以至于陈薇薇不仅没有开口反驳，反而语调温和地说：婆婆，你真的觉得丈夫出轨是可以原谅的吗？婆婆理所当然地说：男人嘛，本来就是这样，谁还没有点花心肠？再说了，我儿子即使是在外面有人，但他也从来没有对不起你，没有对不起我。陈薇薇轻声重复了一遍。是啊，阿周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你的一部分，每次你要买什么他都给你买，所以他有哪里对不起你的？婆婆越说越理直气壮，甚至还要陈薇薇多照顾一些赵周。陈薇薇看到这副样子，没有再说话了。她想起了结婚这几年来，婆婆一直都把自己当个外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婆婆时不时的就过来挑她的毛病，可陈薇薇并不是能够让人拿捏的软柿子，婆婆在她这里并没有讨到几次好。后来婆婆也察觉到了这种为难对她没用，便时不时的在自己儿子耳边说他的坏话。
挑拨两人之间的夫妻关系。这也确实有了一些成效，起码赵州现在最喜欢外面的野花。想到丈夫的背叛，又想到婆婆的苛责，陈薇薇顿时感觉没用意思极了。但陈薇薇绝不能让自己输得这么惨，她眼睛一转，顿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于是陈薇薇微妙地看了婆婆一眼，别有意味地说：“婆婆呀，这棍子没有落到自己身上呢，总有人觉得不痛，那我可得好好的下一次力了。”婆婆没有听懂她的话，陈薇薇倒是自信地笑了笑。随后陈薇薇去公司请了好几天的假，只因为她要去找一个人，一个很特殊的人，以便于给公公婆婆送上一份大礼。而那个人在见到陈薇薇时，也猛地大吃一惊。等他听完陈薇薇提出的要求后，更是用一种不解的眼光看着她。但陈薇薇只是凑到他的耳边，小声地说出了一个本该无人知晓秘密，那是一个即使已经老去，但你依旧能从她的眉眼间察觉到风华的美人。沈阿姨，你认识我？陈薇薇看到了她眼中的惊讶，若有所思地问。沈阿姨下意识地扶了扶头发，有些慌乱地说：“不认识，可能是看你有一些眼熟。”陈薇薇了然，目光忍不住朝屋内瞥了一眼。我来找你是有一些事情，方便进去说吗？沈阿姨愣了一下，有些抱歉地笑了笑，真不好意思，家里有些乱，不然我们去外面的咖啡厅谈。陈薇薇点头，和沈阿姨一起去了咖啡厅。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？沈阿姨问。陈薇薇正了正自己的坐姿，没有回答她，反而是提了另外一个问题。有一个社工组织在我们小区搞了一个交流中心，旨在鼓励小区的老人们多多交友，你有没有兴趣呢？你们小区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沈阿姨疑惑地说。陈薇薇露出一个很淡的笑容，她若有所指地说：“我可以让我的公公主动去那个交流中心，这样你还有没有兴趣？”沈阿姨的瞳孔骤然紧缩，她捏紧了手，小声地说：“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你来找我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别急嘛。”沈阿姨，陈薇薇泰然自若地看着她：“我来找你，是想和你谈一桩可以合作的事宜。”什么合作？沈阿姨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，不放过她的每一分表情。陈薇薇凑近她，轻轻地在她耳边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喜欢我的公公，当然我也知道他喜欢你。”沈阿姨的脸色变了又变，陈薇薇不欲让她有更多的怀疑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来找你是为了帮助你接近我的公公，或者换个说法，我是为了报复婆婆。”沈阿姨一惊，陈薇薇没有解释的意思，她敲了敲桌子，认真地看着她：“所以你愿意和我合作吗？”沈阿姨沉默了，最终她点了点头。没几天，陈薇薇就怂恿公公去交流中心参加了活动。刚开始，公公还有些不愿意，每次去交流中心的时候都拖拖延延的。但他去了2天之后，却突然改变了态度，去得比谁都积极。等到天黑了才回来。看到这一幕的陈薇薇满意的笑了笑。而1个多月后，婆婆终于笑不出来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没人察觉到不对劲。公公是个喜欢下棋的，平日里经常抱着自己的棋盘去楼下找各个老头切磋，一去就是一整天。自从去了交流中心之后，公公就再也没有去下过棋，反而风雨无阻地去交流中心。婆婆好奇地问过他2句，公公只说是自己在那里认识到了技术更好的棋友。陈薇薇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她有时候会联系沈阿姨，而沈阿姨告诉她自己的进展很顺利，这当然不可能不顺利。
毕竟公公很早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妻子不满意了。婆婆是个刻薄又市侩的人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别人吵起来，有时候在公交车上还会悄悄地漏票。公公总觉得这样让她丢脸，可婆婆却不以为意。和温柔精致沈阿姨相比，婆婆没有一点优势，所以当初在商场看到公公和沈阿姨之时，陈薇薇就料定了两人之间必然会有故事。只不过那时候陈薇薇并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她只是看到了公公和一个陌生女人在逛街，这并不能代表什么。虽然她看出了两人眼神交流之间的情谊，但她为了避嫌，将这一幕牢牢地埋在了心里。直到赵州出轨，婆婆虚伪地在她面前要她大度，陈薇薇才忍不下去了。恰好之前陈薇薇因为工作原因去过沈阿姨的小区做市场调查，单方面认识了她，所以陈薇薇很快的就想到了这个报复婆婆的办法，那就是给公公找一个小三，让婆婆也大度一回。只不过婆婆在教训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，轮到自己的时候却狗急跳墙。隔壁的孙婶都告诉我了，你每天去了什么交流中心，就是为了和一个女人待在一起。她还说你们每天都约着一起出去玩，那模样比我这个老伴还像老伴。婆婆大声地在屋里闹，公公坐在她面前一言不发。陈薇薇心情很好地站在自己房门口看热闹，婆婆越说越生气，脸色涨得通红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还真没有想到临到老了，你竟然还去找别人。时间并不能代表一切。公公开口了，语气很平静地说，你看看你这副泼妇的样子，哪里比得上别人。婆婆气得脑袋疼，她捂着胸口，虚弱地说，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看待我的。公公不说话了，婆婆狠狠地闭上了眼睛，咬着牙说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叫我以后还怎么做人？公公似乎是心虚，但又有些坚持地说，他是个很好的人，你别去找他的麻烦。说完，公公直接摔门而出，留下婆婆一个人在客厅里生气。这时候，陈薇薇慢悠悠地走了出去，端着一杯水坐到了婆婆的面前，漫不经心地说，哎呀，这男人嘛，都是这个样子，您可要大度一些才好。咱们为人妻子的呢，不仅要体谅丈夫，还要事事为他们考虑。就像出轨这事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陈薇薇边说边喝了一口水，语气里的阴阳怪气是个人都听得出来。婆婆气得说不出话，陈薇薇顿时就乐了，怎么，您还生气了？可是我哪里说的不对？看到婆婆那副要撅过去的样子，陈薇薇见好就收，转头就和赵州离了婚。拿到离婚证后，陈薇薇放心地看起了热闹。只因为昏了头的公公不顾多年的婚姻，硬是要离婚，甚至还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。在之后，赵家闹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而脱离泥坑的陈薇薇则深藏功与名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